哎呀，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桃园。这次呢，桃园之旅就是许先生的自肥之旅。我要带许先生来桃园这边看领航员的冠军赛，顺便呢一整天就在桃园这边吃吃喝喝玩玩一整天。我们今天就在桃园到处吃吃喝喝、绕绕逛逛、睡睡醒醒啊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 go go！ 哎，服务员总冠军，服务员总冠军。第一间我们来了芋泥控一定要来的白杨树糕点小铺。我在他们家点了2样，就是我在 IG 上面看到超想吃、无敌想吃的芋泥布丁可颂跟招牌贝壳脆饼。我跟你说，我刚刚在那一整柜前面呢，我陷入了人生的迷惘。我没有办法选择，每一样看起来都超好吃的。据说假日啊，你如果没有预定，是基本上吃不到的，很难吃得到。所以我就趁着平日赶快来吃。这一趟不是许先生的自肥之旅，也是我的自肥之旅。确实很肥。它的这个可颂啊，里面夹了布丁跟满满的芋泥，这样子90块，超大一个。你们看这个大小。这个可颂啊，我一摸起来就觉得它一定好吃，它的表皮很酥，你们看它现在这个摸起来真的都还酥酥的，而且非常有层次感哦，重量也还蛮重的，90块我觉得目前初估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试试看哈，超好吃的，那咬一口给大家看，你们看它中间的可颂，它的可颂不是通心的，有很多可颂做的很大。会很油又很通心，但他们家不是，他们家咬下去是有层次感的，是有卡吱的那种可颂的层次感。我现在嘴巴一定很丑。中间的地方啊，除了满满的芋泥之外，还有中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布丁？是布丁，布丁夹在里面。Oh my goodness， 这个真的超好吃的，而且它的芋泥啊不甜，它的芋泥是比较像是芋头奶油蛋糕那种。柔软的芋头，中间还会有夹杂芋泥颗粒，芋泥颗粒口感不会很明显，但是你会感觉到哦，微微的点一下，它的芋头很真实，真的非常的好吃。我上次在基隆吃连珍的汉堡包，来桃园我也要吃汉堡包，只是这个是贝壳脆饼汉堡包，它的表皮，他们家的酥皮真的都做得很好哎，很脆。这个上面是裹满了糖粒，所以你摸起来会觉得哇，硬脆的壳，跟刚刚可颂又不太一样，层次真的做得蛮好的。我们先来吃吃看，它的这个酥度跟杏仁饼干好像哦，跟刚刚可颂的口感完全不一样。可颂是酥松，它这个是脆又带有那个油香气，再加上上面的炙烧的糖粒。颗粒感超级明显，他们家的甜点甜度都没有做到非常高哎，中间的芋泥其实夹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款吃就好，因为他们2个有点雷同，只是那个酥度不一样。你喜欢吃脆，你就选这个贝壳脆饼；你喜欢可颂的那种酥松感又有一点面包感的话，你就选可颂。2个真的很不一样。他们2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有加布丁啊。如果你想要吃布丁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一款。2款都很推荐。如果你有来桃园芋泥控，一定要访这一间店，超好吃。许先生，我们现在要前往哪儿？现在要去吃午餐。那桃园的午餐我选的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现在从市区开到一个森林园区哦。青刷拿来。对呀。我们要去石门水库。石门水库吃活鱼，来了家园餐厅，我们要来吃活鱼。我们进来了家园餐厅，这间家园餐厅啊，它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有发现它有这种双人套餐。双人套餐，活鱼，你有听过双人套餐？有啦，我没有哎，这边那么多，又不是说所有的观光客来都是一坨人，对不对？总是有像我们这种2个人。
我都以为活鱼三吃啊这一种都一定要什么一桌人直接一车来才有办法吃，所以我跟许先生呢，我就一直都没有提议过我们要吃这种活鱼三吃。我就直接提议了，我没有再跟你提议了。这间家园呢，它是在那个石门水库附近，蛮有名的店，它评论数很多好像1-2千哦。我刚刚在桃园市区一个念头想要吃活鱼三吃，查到的第一家就是这间家园，但是它对面有一个是活鱼今年的冠军第1名。当地人好像都是吃家园，又或者是对面的祥和园。对面是叫祥和园。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常都吃哪一间。而且我刚刚去厕所，我见识到了惊人的一幕。啥事？它真的是现杀活鱼，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空间。我刚刚转过去，我吓到，我震撼。它是真的活鱼，他们是真的活鱼，因为就是塞湖底下就哇，我不敢看。许先生看了那个活鱼杀的过程，他就相信这间店绝对是真的。我真的相信。我觉得他们的双人套餐蛮贴心的，因为呢，它的双人套餐除了我们刚刚点的2样活鱼料理之外啊，它还会附青菜以及双人的白饭跟热茶，这样子啊，好像还有饭后甜点，还有饭后甜点，所以这样子整个吃起来是一整组的一个绝对会饱的套餐。这个套餐1300块2人份，它是包含了一个汤品，然后2种鱼的料理，就是看你要选什么口味。它的鱼的料理非常的多，林林总总大概26种，它26种里面你可以选2种，然后再来你可以再选一个热炒菜，总共是4样菜，然后再加1份青菜。饭后还有甜点。我们今天点的鱼料理口味啊，我自己很想要吃糖醋，许先生想要吃剁椒，所以我们就选这2种口味。它的林林总总，我猜应该有20几种的料理方式、料理口味。小弟刚刚有讲过是26种，26种吗？哦，来夹一下鼻子。这个分量真的是蛮多的。刚刚那个味噌鱼汤上来的时候，我有点吓歪了，因为那个很大一锅里面的鱼肉非常的厚，我用汤匙一勺一舀起来，它里面满满都是鱼肉。我觉得这个分量不用很大，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蛮适合2个人的，因为我刚刚有研究了一下，我看了一下菜单，我终于知道他们的点法。是，其实他们这边大部分的人我来看，他们都不是像我们这样点套餐，大家都是直接抓鱼，直接去后面抓活鱼。他一条活鱼大概都8斤起跳，其实我看到后面有2个人，他其实也是点一条，大概8斤。然后8斤的活鱼的话，他每2斤可以做1吃，每2斤做1吃。对，所以8斤等于就可以做4吃，所以大概就是4种鱼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本来就只打算来用1餐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抓1只鱼，然后来做不同的料理方式，是蛮不错的。但如果像我们这样第一次来的话，点双人套餐其实也是蛮好的。对，来4个口味，糖醋这个很好吃。跟你说，糖醋是我指定的，绝对好吃啊。那双人套餐的鱼大概就是给你这个鱼肉的中段这样1块这样而已。鱼质有点多但它鱼翅都是大的，所以不会很难啃。它的鱼肉蛮好吃的炸的酥酥的，表面酥酥的，中间的肉是蛮扎实的那种鱼肉，再加上甜滋滋的糖醋酱，超开胃了。好险它还有附白饭，就直接搭白饭这样一碗吃起来。不要扒太大口，要慢慢吃。因为它的脆真的是裹在它的那个鱼肉里面，所以你们吃鱼还是要小心要小心，真的要小心。饭来吃剁椒，这个剁椒真的是麻麻辣辣的感觉，它上面铺满了红紫紫的辣椒。哇，这一块也太爽了吧！给你们看这一块鱼肉，好弹的感觉哦。很够味但是这个是依旧是让我觉得很烦躁。这个剁椒啊，虽然上面铺满了满满的辣椒，可是吃下去不辣没有我想象中的辣度是有那个花椒香气，不过辣度大概是1分辣吧。小朋友也可以吃的辣我觉得会辣哪里啊？果然是活鱼，你知道吃起来那个鱼肉真的是短短非常扎实的鱼肉，不像我们平常在吃有一些热炒菜，可能那个肉质啊没有运动过，皮把拢混糊糊啊，松松散散的。他们家的鱼肉就是非常的 Q 弹。刚刚还在石门水库里面游，对，游到一半突然间被人家捞起来。我刚刚出去那个上厕所散步的时候，我就观察，其实每一桌都是点这2样。剁椒跟糖醋，顶多再加别的而已，这是固定的。我自己也蛮想吃吃看其他口味的它还有什么泰式啊、梅汁啊，看起来都超开胃的。它的鱼汤啊，总共有3种调味，如果你不加价的话，就是酸菜、味噌，跟中间那个是什么？姜丝。姜丝总共3种调味，我们今天选的是味噌，你想说，味道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重，刚好可以搭我们其他的菜。每一块鱼肉都是这样子，超大块的。我很喜欢他们这个活鱼三吃的地方，就是这个皮。
它的皮是胶原蛋白啦，你们看这个地方，连皮带肉，连名带姓。鱼肉煮味真是不会错的，最安全牌。好吃，这个鱼肉只有新鲜而已，新手来的话就是点味噌，绝对不会错。这边还有个隐藏版，不过你不吃，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提议。芋头米粉，它的芋头米粉听说超级有名的。如果你们是揪芋头控朋友来吃的话，你就一定要点他们的芋头米粉。每个人来吃过都说很好吃。吃完活鱼三吃之后呢，我们来了福景咖啡。我们找了一间咖啡厅，决定去里面坐着休息一下，因为外面天气真的太热了。我们喝咖啡看湖景，好棒的行程哦，许先生规划的真好。Near water， 有够靠近，我好像闯进别人的庭院了。我们进来 Near Water 这一间店真的很像我们平常在住的那个民宿哎，我告诉你啦！哇，一上来就一整面的书墙。好像真的有住民宿，真的吗？不知道，好像真的有住民宿。我知道他们的咖啡厅是1、2楼，2层楼都看得到湖景。它除了饮品之外，它其实还有简餐。我发现蛮多桌都是来用餐一边看湖景的。其实这里空间氛围还蛮宽广的。来石门水库这边，我刚刚查了一下，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另外一个那个环湖咖啡啊。哦，还有一个环湖咖啡1号店跟环湖咖啡2号店，那2号店应该是这边最夯的。我们现在是坐在1楼啦，1楼直接看出去就是石门水库了。它刚好，因为它的地势比较矮一点点，它没办法俯瞰整个石门水库的湖景，但是我觉得它的室内环境是蛮舒服的。我们还坐在沙发情人雅座。饮料的话，其实就跟一般那种观光的咖啡厅差不多，大概是200块左右。但我觉得它的手冲的感觉，其实价格也没有到很夸张，也是一杯200块。对呀，200多这样子。其实如果以景观区来说，我觉得不算贵，它的餐点也大概在300-400块。而且听说它的餐点好像还蛮好吃的。真的哦，我有偷看后面，感觉摆盘是蛮漂亮的。有吃过的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不定我们下次就来用餐。对，好，那我们就先躲避一下这个酷暑，顺便看一下你昨天买的书。对，等一下看个书，然后下午再去看石门水库绕一绕，然后去找个东西吃，这样。好。这里真的很漂亮，走出来全部都是石门水库的景色，很漂亮。石门水库没了，什么意思啦？国小男生的玩笑哎，石门水库没啦，这种玩笑话你也讲出来。接着我们来了大溪老街，来吃豆干喽。哎，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是平日礼拜4来，我发现呢大溪老街是这样子的，它的营运呢只有开6日。很多店今天礼拜4通通都是没有开的，所以你就一走进来就发现没开。没关系，今天人这样比较少，我们去唠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建议大家来大溪老街的时间应该可以落在下午4点钟左右，因为4点的时候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的，不然刚刚我们中午11、2点过来这里真的会被晒死。消落。哇，超多人的。大溪老街，我们来吃了这一间叫老阿伯现卤豆干，生意超级好的。这间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了吧？我觉得这间应该是大溪老街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史上大名店呢。我们今天是平日来哦，前面已经排了大概8、9组人。每个人都是外带一大袋，我们远远走过来哦，就看到旁边通通都没人，只有这一间排到外面去。他刚刚点菜也超级快的，直接问你说你要什么，桌上摆满了所有的商品。许先生点的今天这几样是什么？小豆干、豆皮卷、豆包跟黄金蛋。它其实帮你做一个招牌综合套餐啊。那招牌综合套餐里面就是有豆干、素鸡、素肠、素肚跟百叶。啊，我素的那些系列，素的我们没有爱，但是呢，它的全套，我觉得全套很猛哎，它全套是320，里面好像它全部的料都有，全部都有。如果你们是要买回去大家一起吃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直接买全套就好了。我觉得全套就是那种一家族来，然后来这个老街逛一逛的时候，就不知道点什么，就直接点一个全套，比较贵。我其实刚刚看所有你点的料里面呢，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豆包，除了黄金蛋啊，黄金蛋是我指定要点的。豆包，这个豆包看起来卤的超入味的哎，它的颜色你们有看到吗？就是这种金黄已经卤颜色进去了，卤汁全部裹在它的豆皮上面。刚刚许先生已经偷吃了一口，他说这个辣酱超辣，好像沾太多了，好沾辣，太辣哈。好辣，好辣，我来试试看好辣是什么程度。好辣，不吃辣的朋友跟会吃辣的朋友都要小心，它这个辣酱很辣，是真的辣，一入口就会辣喉咙的那种超刺激的辣，不过很带劲，这个辣真的超级带劲的。很多人说啊，他们家的卤味就是淡淡的卤汁香气，所有的味道都是在它这个辣酱。我感受到这一点了。它如果没有沾辣酱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淡淡的酱油香气，淡淡的，主要都是吃它那个豆香味。对啊，本身还是豆香为主啊，卤香没有那么重。可是这个辣酱蘸下去是蛮过瘾，很带劲哎！我自己坚持每一口都要沾这个辣酱。我觉得如果没有沾辣酱，可能对我来说刺激感有点小。但是这一间我觉得假日来基本上我是不会想排的。排死！黄金蛋中间呢、不太像溏心蛋，因为溏心蛋我想象的溏心蛋会再更湿润一点。中间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不敢吃溏心蛋的朋友，你不要担心，它是偏熟的那种蛋。不过我湿润度蛮好的，蛋也蛮多的。不用排队可以吃一下，赞赞。但如果要排10分钟以上，我觉得慎思。里面，请去里面。许先生来喝了大喜必喝。刚刚吃完那个辣豆干之后啊，我们真的超渴的，所以我们就决定看一下有没有小巷弄的饮料店。这一间他写了大喜必喝，所以我们就跑进来买了。听老板娘推荐，这一杯啊，他推荐的糖度是微糖微冰。我现在喝起来，淡淡的菊花香，还不错，好喝好喝，甜度真的就是1分糖刚刚好，刚好解渴。你快点去打井水。真的会出水哇，也太酷了吧！所以他才会跟你们说请勿饮用啦。但是我很难想象有人真的会在那边给我喝啦。这杯真的不错菊花普洱真的有菊花香气。我跟你说，那里景色更漂亮，你看那里啊，好漂亮哦！给你们看这里，哇哦！带大家导览360，一直阻止我讲话，什么意思？带大家导览大溪这边360度，大汉溪，大汉溪哦。你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啊，大汉溪是不是？大汉溪了不起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一片美景之下，带大家逛老溪结束。桃园，赞！哇，爆尴尬爆尴尬大溪老街，我们还要来吃一间也是人气店赖妈妈豆花。这间赖妈妈豆花，它的招牌是我们今天点的这个花生加 Q 圆，它的长相很像我们一般在老街看到那种凉凉的凉糕还是什么，一块一块的，我不知道吃起来是不是一样。它花生给的量蛮多的。糖水呢也可以选，糖水好像有柠檬糖水、豆花糖水，然后跟一般的糖水。我们今天选的是柠檬，因为天气真的好热。柠檬糖水跟豆浆糖水，还有一般的糖水。对啊，你说豆花糖水？哦，我讲错了，因为我被小黑蚊咬了。这个老街呢有一些小黑蚊，所以如果你们来，记得涂防蚊液，不然就会跟我一样被咬烂了。怎么办？怎么办？好冲突哦，好冲突的味道。我小时候吃花生啊，都会搭着花生牛奶或者是花生糖水，很少吃到柠檬加花生。我刚刚那一口进去是左边柠檬，右边花生，两个碰撞在一起，我只能说相当不好吃。好像不同种族。那这个不好吃不是它的问题，这个不好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Q圆在咀嚼的时候会有淡淡的甜味，不过因为我们这一碗是酸甜口味的，所以你大部分的味道都是吃到柠檬的那个酸甜。我只能说来这边你们点花生的话，就不要给我点柠檬糖水，完全不搭嘎。它的花生
是软的软绵的花生，不是脆口的。这个内用空间也蛮大的，蛮舒服的，你们可以吃一碗豆花，还不错。老许，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桃园看球。今天许先生个人的愿望就是要来桃园看冠军赛的最后一场。一票橘油油的，我们已经在准备了。我们到了桃园观光夜市，夜市第一间来了嘉义顺蚵仔煎，但许先生今天点的不是蚵仔煎，我今天吃的是生炒花枝羹。他们家呢很有趣，就只卖3样东西：蚵仔煎、花枝羹跟蛋煎，就是这3样。而且这间店我一看就知道是老店，我根本连 Google 我都没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它店面里面有神像，只有老店会在这种用餐环境里面摆神像，因为这个就是他保庇行李短汉级的那个周公阿嬷，你知道吗？所以只有老店会这样做而已。还会一直生意非常强棍。许先生刚刚点的这个生炒花枝羹啊，一上桌的时候，那个花枝很大一块耶。而且他一喝就说这是嘉义的烤饼，一喝就知道嘉义口味。嘉义口味是什么？的鸭肉羹的那个底，它那个羹的底就是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点甜甜的，然后酸度微微的，但甜度是偏高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加上一些醋，跟它的辣粉，它的辣粉一定是这种的。对，嘉义的羹也是加这个辣粉。哎，这一碗多少钱啊？这一碗啊，80是不是？80块。我觉得花枝给的量也还蛮多的，而且它的花枝真的每一个都这么大块。它花枝大块、漂亮、厚实又脆口。来这边应该是都吃一个它的蚵仔煎配一个生炒花枝的，但我现在不想吃蚵仔煎了。它的蚵仔煎蛮特别，因为我们有看到别桌有点，它的蚵仔煎是那种脆皮态的感觉，后甲块哦。所以如果有来你们有胃的话，你就可以点一个花枝羹，再点一个蚵仔煎，蛮好的，蛮不错的。接着呢，我们来了陈家，这一间叫陈家蚵仔米烧甜不辣，就点了它的招牌，它上面招牌是什么，我们就点什么。蚵仔面线，还有甜不辣一组。哦，小鱼干辣哦，小鱼干辣哦，哦，那一定好吃，一定辣。它的那个甜不辣上面会放一个很像米浆的酱汁，格格里面的料呢，就是有米血、甜不辣，还有黑轮，还有刚刚现在在吃的菜头。它上面这个姜让我想到丰原的霸丸，我们丰原的霸丸啊，上面就会铺一层这个，怎么了？我一吃萝卜就给过了，这么好吃，有入味。它的米血完全不烂，很 Q， 是 OK 的，是好吃的，而且萝卜它挑选萝卜是 OK 的，没刮刮。你知道那个有时候那种萝卜菜头啊，虽然说炖烂了，但是那个会有点纤维，吃起来就会刮刮。这个甜不辣也不错，很 Q。我觉得他们家的甜不辣就是有做到里面的料都有入味，可是都不会烂。然后重点是它上面这个酱也不错，也很好吃。还有那个小鱼干辣椒，你们一定要加，我觉得那个辣超经典，很对味。接着呢，要来喝它的蚵仔面线。这个蚵仔面线呢，老板刚刚在砍的时候非常厉害，他那个手势啊，只有厉害2个字可以形容，因为他们那个大汤匙用的比你的小筷子跟小叉子还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它那个精挑细选，它可以挑几个蚵仔、几个大肠这样切。它平均的分配在每一碗里面，确保你不会拿到的时候空包蛋，什么都没有。它里面的蚵仔是有裹一层薄薄的粉，变得 QQ 的。蚵仔很大颗，非常有口感，整个也很新鲜。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蚵仔给的不错，里面有肠子、鱿鱼、蚵仔，还有许先生刚刚吃到好像类似肉的感觉。这一碗我喜欢，因为它真的是偏比较脆，一点点带一点酸味，再加上它里面的水汁会有一点潮的感觉，口感很滑顺又带一点脆口，不错哎，这组不错。我觉得小鱼干辣椒可能也可以加这个面线里面，可以，应该会蛮对味的。这个有经过。我目前选2间都没雷哦。这个好吃，推荐。
来吃最后的结尾，吃一碗冰。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招牌，黑糖珍珠鲜奶雪花冰。可是店家刚刚跟我们说他们珍珠不够，所以换 QQ 帮我们凑成一份。徐先生倒的到处都是哦，蛮好吃的，其实它评价蛮好的。对，这一间是在这个夜市里面，评价好像4颗星，有981个评论呢。你们看那个雪花冰，超绵密的，好吃啊！它的那个珍珠奶茶味道很浓，甜度也还很 OK 耶，没有我想象中的甜。2个人吃一碗，我觉得刚好。刚好。他们家其实还有蛮多季节水果的，可是我们想吃的芒果现在没有。By the way， 我觉得这间店的风格蛮有趣的。我一进来就看到一棵樱桃树，它布置的很像那种高中生。树，樱桃树是华盛顿砍倒的那一个。华盛顿砍倒了樱桃树之后，他承认他的错误。这间店有点像我高中时期会走进来的店，它的布置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们就继续吃完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桃园一日游，就在领航员拿到冠军了，拜，好爽哦！许先生圆梦了啦！如果有什么是我们这次桃园之旅没有吃到的，你想要推荐给我们的，也欢迎下面留言跟我们说，我们下次就会再来一次。好，我们第2季领航员再拿总冠军，好不好？我们在下一季我们领航员再拿总冠军，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喽！第一份，拜拜。喝，帮您服务哈。他先帮我倒杯茶。你先自行开场。我突然发现它放在圆盘上，它会跟好，着这样。那你可以那个。